地狭人稠的台湾，平均年降雨量2500公厘，是世界平均值的2.6倍。然而，台湾地势高耸，河川波陡流急，约88%的水都流入大海，流下的水，民生、农业、工业大家抢。这样的水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下，水库以前是只有农业在使用，现在不是只有农业在使用，现在还有所谓的工业，还有园区。那园区目前它对于台湾的经济成长又是属于占的比较大面的，所以农业的部分势必会被牺牲，这个无可避免。农人能够理解，把水分给有如中央山脉守护台湾经济的半导体产业，也是为了国家好。只是近年南下设厂的企业快速增加，水的需求大增，缺水问题不是牺牲谁就能解决。事实上，这边是半年是不下雨，所以如果说你把丰水期水没有留在水库里，或水库水流的不多，你到进入那个枯水期，就是11月以后到第2年4月，那这时候尤其我们这边南部的农业生产用水是相当大，所以这边就会造成一个用水的挤压排挤的效应，所以这边就会缺水。曾文溪是全台第4长的河流，流域面积1176.7平方公里，孕育了台湾的谷仓、嘉南平原。但近年来受到气候变迁影响，枯水期更极端，全台最大的曾文水库水情多次拉警报，更成了以半导体聚落为主的南科手中抱的一颗不定时炸弹。抢水大战频繁上演，最后往往是透过农业休耕节水渡过难关。就读成大台湾文学硕班的吴克威与蔡玉柔，2018年他们参与学校 USR 地方生耕计划，因而与关田结缘，决定留下来记录关田务农文化与传统聚落，出地方刊物，因而认识许多返乡青农。2021年，他们决定租田，带民众体验如何种水稻、菱角，了解农业现况，看见关田的美好。我们这次租的地是2分的大小，其实对于非本地人来说，其实取得土地这件事情，其实本来应该要很困难的。两人透过在地青农胡玉琪，靠着保纳4年的交情，好不容易租到2分地。农业菜鸟们迫不及待大展身手，结果2022年第1期要试种，却突然喊卡。他确实没有打算要耕种那块田这样子，然后希望我们可能可以就是这次先，第1期就让他先休耕这样子。我们第1次耕种就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也才让我们开始关注到就是休耕跟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打给奇哥，然后奇哥就说：“你们那块休耕了。”然后我们就想，哇，这样是赚到还是怎样？没有，原本想要先出筛，想要变人家的筛，结果第1次种田就碰壁，一查才发现，因为台湾缺水问题严重，要强化农业节水，农委会推出大区轮作与稻作4选3政策，地主决定拿休耕奖励，不让种。这边比较好玩，是因为现在看到这边只有这一块是就是撒太阳麻当绿肥。那边水稻有种，是因为他们的政策上面是没有补助的，然后这一边是有补助的，所以这一块就选择了要休耕，然后这一块就是还是有农民坚持要继续种下去。所谓的大区轮作，就是全台6个水库灌区进行节水，2年4个期作为1轮周期，一期作不种稻，改做生产环境维护或是转旱作，每公顷节水奖金有4.2万元。不过农民拿不拿得到，又是另一回事。剪头发，对啊，变清爽哦，很热呢。胡玉琪曾是电子新贵，返乡接手家族育苗事业的农3代，也是热心帮忙吴克威、蔡玉柔的种田师傅。但师傅有时也自身难保。好了，换工作，走。政府一直说，我给的奖金、给的节水奖金、给的
任何的补助，我都是要给实际耕作者。那不是实际的地主，他就乖乖的缴地租就好了。但是地主不这么想，那你要跟我一起分。对，那政府也有很多的美意说，我可以想办法让你们是实际耕作者领到这笔钱，没有错。但是我2年后我不跟你签约了，所以到最后我们承租的人会逼迫着，没办法，一定要去答应地主的要求。要不要休耕拿节水奖励？奖金怎么分？55分还是37分？其实全是地主说了算。结果就是一个政策改变了整个产业链。今年算是冲促上路，对，算蛮冲促的，所以一般的育苗厂也是措手不及，因为突然的有可能育苗厂从原本的产量，今年可能要很努力的想要把自己的产值冲到10万片，可是最后撒出来却是5000片。这个是真的在这边有发生，我就说育苗厂也因为这样一直在收，因为2年你就有一期可能会遇到这种可能完全订单大量的减少，那你也不敢再叫你的儿子回来承接这个产业。过去10多年，政府大力宣导青年返乡务农，胡玉琪也是其中一位。他甚至是台南市政府大力表扬并当成宣传的新农人优良人员。但这个宣传大使很难再当下去。现在的农业对于刚开始出入的门槛的这些青农或者是新进的农人，其实是很不友善的，我几乎不会鼓励他们回来了。我觉得现在比较矛盾的是，以前希望我们鼓励我们做省工，鼓励我们做大，可是现在却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又希望我们水稻少种。那当初所说的希望鼓励我们去贷款买的那些农机，现在变成是闲置在那里的破铜烂铁。对，所以这个对很多的人是不公平的。那它只是在一个1-2年之间的一个思维的转换，就变这样了。老哥，背带的过程中，2年4期就会遇到1期没工作，这样的政策性惊喜，可不是政府当初鼓励青农返乡种稻的说法。地主要休耕，青农没田种，银行催款可不会休息。很漂亮哎，上次就来啦。新的呢，这种钱哎，这多钱呢？很漂亮。我目前一共就是除了是第一线农民之外，我也是长水工。那其实我也算半个代耕业者。那另外，我们农闲的时候也会去打农工啊。对啊，就是你想也是要，因为它整个农业整个环境就是说，因为我的作物别比较单一，我就是只种水稻。那所以我们的工作的密集度就会在集中那一段时间。那其他的时间，当然如果你平常收入如果够的话，你可以休息，选择休息。可是如果当你收入觉得不足的话，你势必要去再找一些赚点水电费也好。陈宏伟本身也是佃农，租了8公顷农地。如果地主决定一半要休耕，将大大影响收入。他除了要缴房贷，现场刚盖完的仓库与新买的碾米设备，也让他背贷300多万。因此他身兼多职来弥补缺口。其中长水工的兼差也让他发现了新问题。以今年的情况，就是水利会这边它是控制每天出来的放水量。假设你今天水闸门的高度，假设原本是1公尺，那你下降5公分，它的水量可能每小时会多几万吨。它是以这种方式去计算那个它的排水量，它没办法去走到第一线说啊，给它这个水沟哪一区有水哪一区，它没办法这样做，因为这样管理也不符合人工效益啊。可是省多少我们不晓得，对，因为像我们实际遇到的状况就是说，我的田区在灌溉淹水的时候，它的田区也是满的啊，因为田埂如果不够大的话，水还是会漏过去啊，所以它的田区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满的，所以这些就变成是无形中的浪费掉。大区轮作的政策现为鼓励性质，在关田已有3至4成的地主休耕拿奖金，剩下坚持种水稻的农人在放水时仍会溢过田埂，呈现休耕的田野水满满的诡异画面。同时，真休耕转做旱作绿肥作物的农人，也会因田区淹水，作物全毁。这个对我们来讲，农会当然是一定是站在政府的角色去积极的去推广嘛。但是依照农会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希望说一块良田就这样去休耕，而且有些地休耕，你旁边没有休耕的土地，
一样是不好啊。它水一样会流到休耕的土地里面去。所以农会是希望透过产销履历的这些方式，去鼓励农民做一些其他的作物，比如像说我们这边积极在推广，就是荞麦那些旱地的杂粮作物，这样子也可以达到节水，让农民有另外更高的收益。种荞麦、胡麻等旱作植物当然没问题，但问题是一定需要机器采收，农民要买机器又要贷款，而采收完后的通路怎么安排，没人知。种田变得像赌博，要不要随政府政策赌一把？大区轮作，因为就是它是鼓励用杂粮嘛，然后它就是把水留给科学园区嘛。其实这是对我们台南的农业真的会差很多啦。我们那边他就盖一个7亿，现在刚快要完工的7亿的净水厂啊，那就是不争的事实啊。他那个净水厂是要干嘛？就是给南科用的。第2期我租的田地就被征收了1-2公顷去了啦。我这2块啊，这2块没有用绳子，这2块也是目前我在用。那旁边这里这个就以前有的就是我在做的啦，它就被征收了啦。我是唯一的被害者，因为我是租地的，我不是地主。我没有拿到任何1毛钱。地主的地被征收，长方形农田现在东缺一块，西缺一角，不利于耕种。农民们认为，说白了，节水政策其实就是为了省水送给南部科学园区。曾文溪没有那么多水，好，那所以这个水本身变成他们现在这个水量要再挤，然后挪给这个工业使用，他们自己就变成要节衣缩食。但他们权益本身还是那么多，他本来就可以轻松过日子，不需要这么节俭啊。因为节俭事实上也是某种程度是有风险的啦。如果万一你的水情不好，你就撑不下来了。如果说整个水资源的这个量就是这样子的时候，甚至说未来枯越枯和那个风越风的这样子的时候，当我们要做水资源调配的时候，我们想农业部门也应该要有一些配合的啦。也就是说，比较那种粗放的一个农业的可能要改成说比较精致灌溉的这样子的方式。根据水利署统计，曾文水库近5年用水平均量为6.59亿吨，其中农业用水占74%，生活用水25%，工业用水1%。政府希望农民顾全大局，牺牲一点，节流的同时也想办法开源。所谓的珍珠串计划，就是把西部走廊的水资源设施全部都把它串联起来，113年可以完成。那至于南化水库到高屏西南河堰这段已经串通了，那现在的话是曾文水库放水过来是乌山头水库，然后再往南这边有一个叫南化水库，它介于台南跟高雄的交界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在实施工中，就是要把这一段串联起来。像正在赶工新建的曾文南化水库间的管道，目的就是要让远在高雄的高屏溪，丰水期间能将地表水送到台南，枯水期再用水库水相互支援。然而，工业用水量逐步提高。以南科为例，半导体大厂目前每天用水为20万吨，一年相当于一个石门水库的量。同时，水利署预估2026年南部区域生活与工业用水将会有39.1万吨的缺口。光靠水移来移去，农业缩衣节食，够吗？那现在台南跟高雄就是有100万的人的用水之后，它产生的生活污水就会排出来。那这些生活污水排出来的话，配合我们11座的再生水厂来完成的时候，这些再生水就可以利用了。像前年到去年这种情况，长达10个月没有下雨的这种状况，那我们怎么去因应？所以署里面我们现在规划是说有海水淡化、再生水、浮流水，或是赶潮河段的水质的净化，然后希望多一点的所谓的供水的管道。水利署表示，凤山溪与临海再生水厂加上2024年可以全起产水的永康与安平再生水厂，可达到供水13.1万吨。2029年11座再生水厂全部到位后，共计可供应28.9万吨再生水给全台产业，加上其他新兴水源来应付缺口。只不过2013年就开始的再生水推动计划，2020年应该要完成8座，2026年完成11座。
现在真落成的只有3座。其实很缺水的台湾，水资源该如何调度是门大学问。农夫们也知道半导体产业不发展，冲击台湾经济，动摇国本，而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懂，也愿意退让。那水的部分，其实我也自己心中也默许，我觉得或许是真的该给工业多一点，对，因为毕竟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创造那么大的经济的价值，所以农业这一块未来势必会牺牲。缺水之岛要如何让市农工商都有水可用，不用彼此抢水，各展长才，共同发展，必须有全面而长远的规划。面对气候变迁，水资源只会更稀缺而珍贵，怎么节流开源，其实迫在眉睫。我们能如何实现一个要用水时谁都不需要被牺牲的未来呢？